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ninth episode of Curtis Study Abroad in Kaplan of Seattle。我是一只，这是我在西雅图这边录的最后一个影片。今天是2014年的1月15号，礼拜三。然后呢，礼拜五我就会上完我的所有的 Kaplan 的课程。那礼拜六我就会离开西雅图。所以呢，这个影片呢，就是我在西雅图的最后一部影片了。我在这边的2个月，有开心的事情，也有不开心的事情啊。那也在最后的几个礼拜呢，有认识了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朋友，让我觉得有一点可惜，这么晚才认识到这些朋友。没有更多相处的时间，不过就是也算是短时间内相处都很好，那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希望之后跟他们能够继续的多联络。我的室友呢，虽然我之前好像常常在抱怨他们，但是其实他们人都很好。前天就是我回家的时候，我的那几个室友就跟我说，想要在家里办一个 barbecue 的小 party， 欢送我这样子。他们想要去问问看轰爸说可不可以借那个烤肉架。轰爸他并不愿意把烤肉架借给我们，因为我很怕我生气，我就说这没什么好生气的而且就是他们这么有心想要帮我办一个烤肉趴，我其实就很开心的。借不到又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那这个礼拜五呢，我们就去吃披萨，这反而比较好。因为如果在家里烤肉的话，我觉得反而会有压力，因为要用别人的东西，那你就不能把别人东西弄坏，那还要洗干净什么的，我觉得反而比较麻烦。礼拜五我还要就是把我的行李都弄好，所以我反而觉得去外面找个餐厅吃饭反而比较好啊，我们可以吃得久一点。基本上我洛杉矶的那一所纽约电影学院也已经所有事情都搞定了，就只差我最后就是把礼拜五的课程完全结束之后，得到一个我在 Level 4的一个证明。那都弄完以后呢，我就没问题了，我就可以去了。我已经确定好有一个短期的寄宿家庭，那我住在那边1个礼拜的时候，会先去找公寓。那其实已经有一个公寓，我已经都洽谈好了，跟他们说，我住在洛杉矶的寄宿家庭的时候，我就会去他们公寓看。那就是如果都 OK 的话呢，我就会跟这个公寓去做一个长期的入住。对，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所有事情都搞定了，就是要离开西雅图了。上个周末呢，对我来说是在西雅图的最后一个周末，所以我就找了我的所有的朋友，能找的，我的班上同学，甚至我老师我都有找，只是老师那天刚好有事没办法来，我就是找大家一起去一个室内溜冰场去溜冰，来了有14个还15个人吧，还蛮开心的，人很多，大家在那边溜了大概2个多小时，很开心。我在这边还可以办一个欢送 party 的一个活动，所以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看我们去溜冰的影片还有照片，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吧，一并全部都剪进去，因为这已经是在西雅图的最后一个影片了。很谢谢大家在这几个礼拜，这2个月来，就是如果你有在持续的 follow 我的影片的话，也很感谢大家有在看影片，那有点赞有留言什么的。觉得目前的人气还蛮低的，没什么人在看，但是有在看的人呢，就很感谢你们。那希望未来呢也可以多多支持。只是我之后去洛杉矶，我就不确定有没有办法1个礼拜这样子做出一个影片出来，其实有一点困难，因为我在这边是空闲时间比较多啦，但是去洛杉矶，我觉得我就会非常非常忙，真正要去学一些专精的东西，然后还会分组去制作游戏，去制作我们的一些 project， 我们一些专案，所以可能会很忙，忙到没有时间做影片。再看看，我尽量，好吧？那就请大家看影片吧。
在西雅图的这些日子以来，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一趟 downtown。或许西雅图真的也没什么地方好逛的吧。Downtown 的 Public Market 是我最常去的地方，那里有很多手工艺品摊贩，常常会出现有趣的街头艺人在街上赚外快。这里不管是平日还是周末，总是人山人海。世界上第一家的星巴克也坐落于此，不过店内完全没有座位，甚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这里贩卖着全世界唯一的星巴克马克杯，上面印着星巴克的第一版 logo， 咖啡色的双尾人鱼，还有 Public Market 星巴克诞生年次的字样。正因为只有这家星巴克才有这个马克杯，现场购买加税只要台币大概360元，但是想要在网络上买到的话，可是涨到台币1200元都有人买呢。Gum Wall 口香糖墙，散发香气的恶心景点。因为之前这个剧院规定入内者不得嚼食口香糖，有人对此规定感到不服，而把口香糖粘在墙上再进戏院。之后其他人也一样画葫芦，都把口香糖粘在墙上，有人甚至在上面用口香糖创作，进而渐渐形成一个独特的艺术景点。西雅图的代表 Space Needle 太空针塔，花费20元美金就可以上去观看整个西雅图的景色。一直我并没有上去看，因为不太感兴趣，还不如把这些钱拿去吃美食，还比较划算呢。这2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从一个在西雅图连巴士都不会坐的小屁孩，变成一个可以到处邀请朋友参加我欢送 party 的 Kaplan 资优生。我在这2个月上课的出席率是100%，而且上台报告、考试表现还有上课的互动都尽心尽力，相信老师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还在最后一堂课带领着班上同学玩一场2个小时的山中小屋呢。原本以为来这边获得 Kaplan 证书后就可以潇洒离去的我，面临离开西雅图的前一天，还是不免感到非常的依依不舍。
跟我的好朋友们在一家 Red Robin 美式汉堡餐厅最后一次大聚餐之后，在回家的公车上就已经开始想念这些朋友们了。谢谢在西雅图的所有好朋友，我认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中国、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德国、法国、巴西、沙烏地阿拉伯、韩国、日本、西班牙、泰国等非常多的国家，他们都乐于跟其他国家的朋友们做文化的交流，我也因此交到了很多很好的朋友。虽然相处的时间很短，但我这2个月很庆幸有你们，让我的人生中又多了几个重要的伙伴。不要忘记保持联络，我们一定会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再次相见的。See you, my good friends. If you enjoy this video, click like button and subscribe the channel. Leave the comment below to let me know what you think. I'm Curtis,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 you guys next time.